将空间裂缝炼成芥子空间，这等惊天秘术已经现世了。韩立脸上震惊之色隐约可见，有些难以置信。凡是涉及到空间秘术的东西，哪一个不是惊天动地，有莫大意义的？说起来，修仙界最常见的法器储物袋，其实也是空间秘术中一种最常见的应用。只是储物袋的等级再高，能容纳的东西也是有限，根本无法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芥子空间。甚至不少修士都认为更高阶些的空间秘术根本不可能在人界出现，完全应该是上界修士才有能力施展的神通。这种说法在天南几乎是一种默认的事情。可现在一听王长老之言，大晋竟早在1000余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空间裂缝的炼制秘术，怎不让韩立大吃一惊呢？韩兄不必如此惊讶，这个所谓的芥子空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深，其出现呢也是一种巧合而已。哈哈，父兄说的不错，芥子空间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鸡肋般的存在，不但炼制困难之极，而且使用起来也限制众多，根本没法推广应用。说起来，这种芥子空间整个大晋也只不过10几处的样子，而本阁这里的却是最早出现的芥子空间。最早的难道？不错，这种秘术其实是本阁的几位炼器大师无意中创立出来的。天下间能炼制这种芥子空间的也只有本阁的2位炼器大师而已。其实那天机屋和天机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根据这种芥子空间炼制术另行研究出来的秘术。哼，原来如此，在下还真是要见识一二这芥子空间的神奇。王兄就带韩道友去吧，老夫去过那芥子空间就不去了，这枚赤晶枝在下还要先处理一下，就先向2位道友告辞了。哦，既然父兄另有要事，王某就不多挽留了。父兄，改日再见。而韩立的耳中却传来老者几句叮嘱的言语，让他千万别错过地下交易会最后一日的交易。韩立自然不经意地冲对方点了点头，然后老者就不再迟疑，走出了厅堂，噔噔噔地下楼去了。哈哈，韩兄，我们也走吧，芥子空间就在阁楼后面，转眼就到。王长老这才一转身，冲着韩立笑道，然后袍袖往桌上不经意的一拂，那个较大的玉盒立刻从桌上消失不见。韩立自然不会拒绝，当即跟着王长老穿过一片森严禁止后，到了阁楼后面的一小片空地上。在此处空地中间有一个韩立从未见过的古怪传送阵，比普通的传送阵明显复杂了许多，也大了一圈的样子。韩立眉头微皱，有些意外。要去芥子空间也只有从这传送阵才能到达。要用传送阵？难道这被炼制的空间裂缝是固定在某一处？韩立嘴角一动，心中暗自惊讶，但这种明显涉及到炼制秘术的事情，他也不好直接询问。当看到对方先一步走进传送阵后，才略一犹豫，也跟了进去。这时他才发现，传送阵四周的7、8块灵石都是中阶灵石，别的不说，光是进入芥子空间就必须花费7、800低阶灵石才可。若是回来时同样需要传送出来，这一来一回就要1000多灵石，这个花费还真不是一般的修士能耗费得起。就在韩立心中思量之际，传送阵四周的灵石白光骤起，二人在传送阵中一闪不见，一阵眼花缭乱的头晕目眩，韩立二人出现在一个碎石坡上，足下则是一个和传送进来法阵差不多的传送阵。韩立定下了神，抬手望向四周，只见一眼望去，一处1000余丈广的空间出现在了眼前，地上全都是白乎乎的石头，但其中遍布着大小不一的众多石坑，大的足有10余丈，小的却只有丈许而已，杂乱无比地分布着。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心中有些嘀咕起来，这处空间中不但一丝绿意没有，更没有感应到灵气的存在，天空看起来也灰蒙蒙的，分明是处死地而已。韩兄应该看出来了，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死绝之地，毕竟空间裂缝中能天生蕴含灵脉的可是万中无一的。至于说找到传闻中灵渺园那般灵气还胜人界的圣地，更是想都别想这样的事。自从我们大晋修仙界发现空间裂缝以来，稍微有些灵气蕴含灵脉的也只不过发现3、4处而已，甚至还远不如人界之地的灵气浓密。但就是这些空间裂缝，那些发现的宗门都先后求本阁协助他们炼化成了芥子空间了。这么说，这芥子空间除了能节省空间外，还可以自由进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用处。怪不得我到此地这么久，还从未听起芥子空间的事情。此话也不能这么说。一些宗门若是想存放一些大件的隐秘东西，储存大量材料，或者干脆打造一个御敌躲避的密室之地，这些芥子空间还是最佳的选择。就是像我们天机阁这般，用来当做一处法器法宝的试炼空间也是不错的。芥子空间之所以稀少，还是合适的空间裂缝实在是不太好寻觅。天下间知道准确位置的空间裂缝原本就没多少，其中位置合适又只有一些宗门独自知道隐秘些的就更少了。再加上炼制这种芥子空间花费的材料费用实在是惊人之极，这诸多原因加在一块儿，才造成芥子空间如此少的。就算如此，贵阁的这种芥子空间和在下原先想象的可以随意操纵甚至能随身携带的想法实在差得太远。进出竟然还要布置传送阵，这实在谈不上什么须弥芥子。能随身携带如此大空间，大概也只有飞升灵界的大神通者或者仙界的真仙才有此能力吧。在我们人界绝对不可能有此逆天能力的。能稍微借用大量的珍稀材料将现存的空间裂缝稳固固定下来，就是一件了不得的突破了。可以稳固空间？难道快要空间塌陷的空间裂缝也能重新加固吗？这个自然可以，只要那空间裂缝还没真正的塌陷，我们都可以使用材料将这空间重新稳固下来。怎么韩道友也知道一处这样的裂缝？韩某在海外某地是发现这么一处裂缝所在，至于是不是快塌陷了，在下还没有能力进去，倒也并未知道，只是觉得入口处有些不稳而已。韩立随即一笑，有些含糊。银袍修士自然看出了韩立不想多提此事的样子，当然不会不识趣的多问什么，而是一翻手掌，那只盛放天机phủ的玉盒就出现在手中。王某这就将这天机phủ放出，道友就可以入府看看是否满意里面的设置，若是觉得可以，我们再商谈此物的交易。好，王道友尽管施法。见韩立如此一说，银袍修士不再迟疑，伸手一抓将玉盒打开，露出里面白蒙蒙一片乳白色的灵光，隐隐有什么东西的样子。未等韩立看清楚盒中之物，王长老就口中念念有词，将玉盒轻轻一抖，顿时一片白光从玉盒中飞射而出，转眼间狂风巨涨，一个盘旋，在空中化为树木大小的一片光霞，里面隐隐有屋房楼阁等白玉雕成的建筑若隐若现。王长老两手掐诀，口中一声低刹，冲空中一指点，白霞一阵低沉嗡鸣，蓦然往地面上一落，轰隆一声巨响，在灵光万道中，一座通体用美玉砌成的完整洞府出现在了山坡下的空地之上。韩立双目微眯，两手倒背仔细打量，这座看起来精致异常的洞府，比起寻常洞府来说明显小了一号，但是其中阁楼、庭院样样俱全，表面还被一层白色的光幕笼罩，更让其犹如仙家别院一般飘渺梦幻。凝望了片刻，韩立身形一晃，一下化为一道青红激射而去。王长老见此，急忙手掌一翻，一块白玉令牌出现在了手中，用此令牌对准下方的洞府轻轻晃了几晃后，将洞府外的光幕蓦然消失溃散。韩立所化青红丝毫无阻地射进了洞府大门内，一时间身形隐匿不见。足足一顿饭功夫后，
韩立身影再次出现在洞府前，身形轻飘飘地向山坡中飞来，脸上神色波澜不惊，看不出任何异常。王长老眉头皱了一下，随即舒展开来。一等韩立飞回石坡，就微笑问道：韩道友觉得此宝如何？是否满意啊？洞府不大，丹室、兽舍倒是样样俱全，没有什么欠缺的。但在下还有一事不明，需要王兄事先解惑。只要和天机府有关的，道友尽管问就是了，在下绝不会隐瞒的。既然这样，那在下也不客气了。韩某知道天机府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随心所欲放大缩小洞府，便于随身携带，但不知道此宝是否像储物袋一般，可以在缩小的情况下在其中放置或者取出来，是否有灵兽袋功效？兽舍中的灵兽可以随洞府一起缩小无事吗？此宝可以将屋舍和屋中一同炼制过的桌椅等死物一同变化，但对灵兽等活物是无能为力的。即使道友的灵兽本身也具玄功变化神通，也没法承受天机府变换的空间巨压，会瞬间湮灭掉的。而且就算真有灵兽能承受这股压力，天机府一旦缩放后，洞府会立即处于封闭之中，没法从外面吸收任何灵气的。时间一长，里面的灵兽自然只有死路一条的。王长老没有想隐瞒的意思，一五一十解释得很清楚，毕竟这东西稍一掩饰都可立即得出答案。这么说，每次收起洞府，药园中的灵药还需要事先移植出来才可，否则也无法生存。韩兄说的一点不错，这些都是天机府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即使这样，一个天生附带禁制神通，可以随时随地召唤而出的洞府，其价值仍不是一般的宝物可比的。不错，这也是韩某对天机府感兴趣的原因。若是天机府真有前面所有的功效，恐怕也不是在下能奢望拥有的了。这么说，韩兄是打算换取此物了？在下手中还有一些用不上的珍稀材料，道友先给我一个可以用来换取的清单，我看看可以提供哪一些，然后再商量下多少材料才能换取此宝。哦，这个自然，本阁所需材料都在这玉简中了，道友先看上一看。银袍修士满面笑容，袍袖一抖之下，一道白光激射向韩立。韩立一把捞住此物，正是一块白色玉简。他随即在这石坡上手捧此物观看了起来。